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科幻名著《逃离黑暗》，作者詹姆斯·格拉斯。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有2艘飞船，可只有1艘飞船脱险归来。要不是及时采用果断的办法脱身，都可能堕入另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去了。大家把一腔愤怒都向船长发泄着，可更应该遭受谴责的是飞船上的那些科学家的好奇心。本次任务中，飞船的使命是将移民安全送到波江座蓝星上去，而不是去探索隐藏在一团星云之中的引力异常现象。然而科学家们却说，这次探险不会耽搁行程，并且声称这次探测机会是绝无仅有的。结果船长同意了科学家们的意见，那场本来不该经历的黑暗终于还是来了。在任务之初，安娜作为驾驶员驾驶1号飞船，亚当斯和萨米欧负责导航并进行科学研究。2号飞船紧随其后，他们相隔几分钟的路程。几位船员对此次飞行的目标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听船长说，探测目标可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几个行星，其中4个以4级方式震荡着，似乎是在对某种强大的引力波做出反应。所有这一切隐藏在星云之中，被一个张开的外壳环绕着。星云的外壳很可能是超新星爆发的激震前沿，席卷着宇宙中的气体和尘埃掠过而形成的。一旦船员们靠近这个激震前沿，他们就能够辨别出隐藏在它后面的神秘天体，或许还能找到这个异常的引力波的来源。不久后，2艘飞船抵达了激震前沿，安娜启动了目标锁定程序，一个模糊的圆形光斑显现在他们面前，标志着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希望揭开其奥秘的震源星云团。而此时飞船发动机突然点火，剧烈的震动让他们吓了一跳。震动是飞船对轨道控制程序的重差计的反馈反应，2秒钟的点火是自动飞行系统对飞船速度进行的微小调整，但这还是让身经百战的安娜吃了一惊。在此之后的几个小时内，飞船又突然点火4次，安娜立即向主舰船发出警报。她认为目前飞船已经显示出了无法查明原因的异常，但船长却表示一切正常，按照原计划继续探测。在飞船显示器上，首先看到的是引力波数据，其次是包裹在星云团中的6颗行星，第7个星体是一个黑洞以及绕行黑洞的伴星所组成。这种 B 型星云可能是在几百万年前星体聚合而成的，它们是在超新星的几次爆发的间隔成了如此模样。7个间隔如此紧密的行星围绕着一个无法查明的天体在运动。飞船穿过了环绕着星云团的外壁，开始向内部飞去。萨米欧做了紫外线和 X 射线覆盖图，然后做了伽马射线统计。光谱数据显示，在星团的中心附近有一个暗淡的圆形斑点，那东西悄无声息地躲在这儿，一直没人发现，尽管它可能有很高的能量。其他星体的光谱最高点是在紫外线的位置上，而这个新发现的东西的光谱数据已经高到了伽马射线的位置，这就表示它的重量特别之大。星体轨道运行显示，这些星体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做着绕行，但是没有一条轨道是闭合的，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向前运行着。萨米欧利用伽马射线图来确定中心引力的来源，然后模拟当前星云的轨道运行状态，以此测定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有多大。他发现这个大家伙居然不在那些运行轨道的中心位置，这些运行轨道可能是非常奇怪的椭圆形。不久后，模拟轨道数据出来了，但这套适用于评估1000标准质量星体的设备根本无法测得这个大家伙的质量，它的质量超乎想象。萨米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中间的那个家伙真是个巨大的星体，那么这个星团根本不会长期稳定的存在下去，因为它会变成超新星。而就在此时，发动机又突发点火了，飞船只有60%的燃料储备了。安娜联系了船长，他建议缩短行程，集中全力得到一个较好的射线图，然后立即撤离。但船长却要坚持执行任务，
并声称鉴于燃料储存情况的变化，他已重新规划了飞行轨道，可以借助这些星体的引力弹弓效应，并且该方案能节省2%的燃料。萨密欧紧张地思考着，引力波的强度在不断增加，并且引力波来源还无法确定，他还不停地发射着伽马射线。难道引力波是他整个星团发射出来的吗？不，这不可能，而是在中心那个神秘天体发出来的。那会是一个科尔黑洞吗？科尔黑洞能够发出可测量的引力波，此类黑洞非常巨大，并且旋转飞快，它会使星团不断扩张增大。但目前的数据已经排除了科尔黑洞的可能性，因为它的伽马射线数据已经远远超过了此类黑洞的阈值。它究竟是个怎样的天体呢？这里肯定有什么蹊跷的地方。不久后，安娜注意到，按照新的飞行路线前进后，飞船点火的频率又增加了，似乎有个不祥之物隐藏在前方，她必须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她立即通知了2号飞船靠近他们，目前他们离星团的边缘还有1个光时的距离，离中央的黑洞可能还有几个光时。船员已经获得2个位置的坐标，但是第3个坐标系统却无法确定。萨密欧若有所悟，他认为在模拟星体运行轨道测定数据遇到困难，这意味着这是个庞然大物，在他们的世界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这时飞船距离星团边缘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了，萨密欧仍倍感困惑，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为何依然看不见呢？在飞船震动再次开始的时候，不久后扫描图像出来了，不过这一回不是一个具体的图像，而是突然出现了好几个星体，都在杂乱无章地运动着。看到这些异象，萨密欧一瞬间恍然大悟，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黑洞，而是一个裸奇点。飞船正在沿着它的封闭的能层边缘飞行，这些导致了飞船从一开始就出现的点火异常现象。那是一个迅速旋转的黑洞，因为它旋转得太快，所以不存在于世界中。那里有一个能层，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它围绕着黑洞旋转，时空随之一起旋转。飞船现在正好位于它的外部边缘。萨密欧的推断令几人震惊不已，他们迅速联系了船长，可船长根本不相信。船长认为裸奇点只是存在于理论中的一种天体，甚至无法证伪，或者说这种天体根本就不存在，而所谓的能层的观点完全是胡说八道。船长又发来了新的飞行轨道，并嘱咐安娜坚决执行。船员们发现，无论能层是否存在，他们现在已经落入了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庞大无比的星体运动的轨道之中。要想逃离此处，燃料已经不够用了，他们很可能会缓慢地下落，直到他们到达起点，淹没无闻地坠入那万劫不复之地。但是在这里，靠近能层的顶点，他们还有一线生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萨密欧决定立即采取行动。萨密欧认为可以从高速旋转的起点上获得自旋能，足以使飞船产生反冲而喷溅出去。他的想法是基于一个未经验证的理论，那是罗杰·彭罗斯博士提出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向能层旋转的相反方向射入一个粒子，就会使这个粒子碎成2半，其中一半会被附近的裸奇点俘获，另一半会借助于起点的自旋能反冲被喷溅出去，它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萨密欧说道，2艘飞船可以进行太空对接，所有人都登上其中的一艘飞船，然后我们将2个飞船的连接部分炸断，使2者瞬间分离。这个方案虽然不会使1号飞船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但是足以使2号飞船脱离险境。安娜同意了这个方案，决定立即行动起来。之后，2艘飞船成功实现对接，船员们全部进入了1号飞船。萨密欧给计算机装入了新的程序文件，这是一个让飞船发动机换向点火的控制程序。先是2秒钟点火降入能层，紧接着对着能层流5秒钟的点火，然后是在连接装置爆炸分离前2秒钟，让空无一人的飞船点火。船员们已经别无选择，他们都屏气凝神地等待着。飞船盘旋降入到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轨道上，发动机点火了，
整个驾驶舱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伴随着一声轰响，与2号飞船连接的铰链断开了。2号飞船被抛入了万劫不复的能层之中，而裸起点的能层将1号飞船喷溅了出去，逃逸加速时甚至都超出了加速剂的计量范围。终于，他们死里逃生。在随后举行的庆祝宴会上，萨米欧默默离开了宴会大厅，他和亚当斯来到了外面。萨米欧说道：“那片星云就是注定要死亡的命运，而那个裸起点，我们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可他或许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门户。”亚当斯望天兴叹：“这个门户太狭小了，其核心最多只有1米宽，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进入。”萨米欧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下一次我们带着更好的探测器回去，肯定能够一睹他的真容。两人开怀大笑起来，他们举起酒杯，为了人类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干杯！